这个魔王仗着自己只有10岁的身体，堂而皇之住进女生宿舍，大姐姐还脱光光进来给他搓澡，结果搓着搓着突然晕了过去。魔王毫不客气的摸上人家的大腿，大腿上面迅速出现一个印记，大姐姐也变成了吸血鬼，以后只能靠和魔王贴贴为生。这就是10月仅次于暗影大人的扮猪吃老虎爽番。1000年前，人类大军进军魔王城，其他要塞都已尽数被毁，只剩下魔王所在的这一处。尊严被摁在地上摩擦的魔王大人当场就想冲出去和他们决一死战，却被部下提醒他和叛逆女神还有约定。叛逆女神说，1000年后当天外星辰坠落之时，在幼小人类的躯壳中会出现寄宿女神力量的存在，魔王需要找到她，他不能死在这里，于是直接放弃抵抗，转身向地下深处走去。这一次的败北并不能代表什么，等他1000年后重新归来，一定会夺回王座，向人类复仇。不知不觉1000年过去了，魔王城作为地下遗迹，在一次地震中显现出来。圣剑学院的2个学生接到任务前去调查，他们在走廊上发现了许多雕像，走到尽头后，面前又出现了一扇巨门，门上写着他们看不懂的语言，解析还需要一段时间。雷吉娜就先去别的地方探索了，没想到他刚走，门就开了。谢利亚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巨大的魔晶石，隐隐约约看到里面似乎有人，他立刻开枪试图破坏这个魔晶石，想把人救出来。魔王就是被外面的声音吵醒的，看来转生仪式很成功，估计已经是1000年后了。他都听不懂外面那个女孩子的语言，当即用了言语解析魔术，随后一炮就把魔晶石给崩了。谢利亚自然也受到了冲击，魔王本想把这个对自己大不敬的人降下惩罚，走近一看，我去，美少女，比他当年见过的高等精灵还要美丽。这时谢利亚也醒了过来，疑惑这地方怎么会有孩子。魔王这才注意到自己现在的形象竟然是个小正太，这是他当年被称为勇者雷欧尼斯时的样子啊！好家伙，魔王生前竟然是个勇者。当然这一切谢利亚一无所知，魔王陷入呆滞，也给了他可乘之机，一把这个惹人怜爱的小正太抱在怀里，安慰他没事啊，姐姐会保护他的。而魔王可耻的屈服了。谢利亚是把雷欧尼斯当成了被虚兽抓到这里的小孩子，那记忆混乱，啥也不知道，就情有可原了。虚兽是60多年前突然出现的人类之敌，据说来自异世界，在古代遗迹中出现的概率很高。谢利亚和雷吉娜来这里就是为了调查虚兽。听到这里，雷欧问谢利亚，现在是圣神历多少年？如果过了1000年，现在就应该是圣神历1447年。结果谢利亚根本没听说过什么圣神历，现在是人类统合历64年，距离雷欧的时代早已过去不知道多少个历法了。就在这时，遗迹突然剧烈震动起来，谢利亚收到雷吉娜的通讯，说出现了大型虚兽，他立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雷欧，而虚兽已经闯了进来。管你什么鬼东西，竟敢在我的神殿撒野！雷欧直接伸手想把那玩意轰走，就踩到了衣服，来了个平地摔。谢利亚的手枪无法对虚兽造成伤害，好在雷吉娜及时抱着机关枪赶来，几枪就把那只虚兽打退，接着又将手中的圣剑转换模式变成了大炮，一炮射过去，虚兽竟然还没魂飞魄散。雷吉娜就让谢利亚带着雷欧先走，自己留下来断后。雷欧为自己转生失败而生气，现在连这种小喽啰都敢在他的灵庙撒野了。跑着跑着，前面又掉下来块魔晶石，很快魔晶石变成虚兽，阻拦了他们的去路。谢利亚毫不犹豫将雷欧挡在身后，雷欧刚想一炮炸飞这只虚兽，就被突然回头的谢利亚一把推翻，让他快逃。可他自己却中了虚兽的攻击，几乎被拦腰斩断。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谢利亚还不忘让雷欧快逃。雷欧被这个少女所感动，周围已经围过来一群虚兽，敢惹魔王大人生气，你们完了！这可是装逼能力不输暗影大人的魔王大人。一群虚兽咣咣发动攻击，愣是打不到人家小正太。雷欧掏出魔法杖，摆足了架势。我承认，我的确有点中意这个勇敢的女孩，不过说到底，你们也罪该万死。说着，一个超位魔法就把一群虚兽压得稀巴烂，又随手贯穿另一只。最后一只察觉不妙，赶紧跑路，却被雷欧追上去烤了个外焦里嫩。然而看到那些虚兽竟然还能留下骨头，雷欧大惊失色，自己竟然变弱了这么多。现在的魔力顶多只有全盛期的1/3呀！接下来就是复活谢利亚了。雷欧举起魔杖，将一个法阵降到谢利亚身上，他的血迅速回流进了身体，
腿上也出现了一个红色印记，眼眸也变成了红色。终于，谢利亚身上的伤口恢复，再次睁开眼睛，已经忘了刚刚的事情。雷欧解释自己用神圣治愈魔术帮他治好了。谢利亚看起来却有些懵逼，他根本不知道魔术是什么，以为雷欧说的是圣剑的力量。圣剑是他们人类为了与虚兽战斗而萌生的力量，在虚兽出现的几年后，孩子中就紧跟着出现了拥有不可思议力量的能力者，那些力量大多具有武器的形状，被统称为圣剑。雷吉娜用的那个就是他的圣剑。谢利亚没有觉醒圣剑，所以只能拿普通的魔导器战斗。就在这时，雷吉娜解决完那只虚兽找了过来，三人一起出去后，谢利亚给雷吉娜解释了雷欧的来历，说他是被虚兽抓走的弃民的孩子，记忆混乱，不记得很多东西。说完后就开摩托车带着雷欧回学院了。雷欧被大姐姐带着飙车，旁边还有另一个大姐姐故意掀裙子，给他更激烈的刺激。刚转身就能这么快乐了，雷欧开始对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抱有极大期待了。在看到要塞的那一刻，雷欧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时代变了。谢利亚和雷吉娜去的要塞是一座巨型浮岛，能在海上移动，成为攻击虚兽据点的最前线。谢利亚先跟学院打了声招呼，说自己救了个弃民的孩子回来。弃民就是在虚兽的进攻下被迫离开国家的人们，搜寻各地的弃民也是他们战术都市的任务。雷欧因为被谢利亚误会觉醒了圣剑，今后也能和他们一起住在圣剑学院，这里是专门养成圣剑使用者的教育机关，被授予力量的小孩可以在这里获得生活保障，外来者需要经历一道安检门。谢利亚和雷吉娜就先进去等着雷欧。进入安检门的雷欧立刻换了副表情，咋回事啊？按照计划，我不是应该已经召集了魔王军，将这群人类赶尽杀绝了吗？谁能想到人类文明竟然进步到了这种程度？雷欧立刻把自己的2个属下叫了出来，分别是一匹狼和一个女仆。看到这副模样的雷欧，他俩也被整不会了。女仆小脸通红的看着面前的小正太，主人太可爱了，想撅，但是被雷欧严厉的眼神吓得赶紧低头。雷欧将现状告诉了他们，这里是人类所制造的人工岛，据说这里是第7个可移动的要塞都市，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岛还有6座，人类的力量已经不可小觑。为了重建魔王军，他们必须先分析人类的战力。雷欧让狼先调查一下这座都市，并且提醒他现在魔术已经衰落，尽量不要使用。女仆则好奇雷欧接下来要住在哪里，得知他要跟人类的战士住在一起后，难免有些失落。他还想亲自照顾这个正太形态的主人呢。安排完任务后，雷欧接受了审查，隐藏了魔力才通过安检。刚出门就有一张身份证划了出来，却被谢利亚拿了过去，拍了张照。这是在帮他预约圣剑审查，因为进入学院的时候必须登记圣剑特性，审查完后才会发放正式 ID。谢利亚帮雷欧收好身份证，在回宿舍之前，先带他参观了一下圣剑学院。都市最中间最显眼的那栋建筑就是中央管制塔了，圣剑学院也坐落在那里。除了学习和生活设施，这座圣剑学院竟然还有娱乐设施。而在回宿舍的路上，谢利亚和雷欧遇见了一个一看就是杂鱼的黄毛。黄毛看见谢利亚腰上的伤口，就对他冷嘲热讽：嘿呀，肯定是报名了和自己的实力不符的调查任务，吃了苦头吧。谢利亚不想搭理这个人，带着雷欧就想直接离开。黄毛又将矛头转向雷欧，不相信谢利亚说的这孩子是个圣剑士的话，让谢利亚加入自己的小队，由自己来庇护他。当然，条件是和他身后的几个妹子一样，成为他的后宫。好家伙，连魔王大人的女人你都敢觊觎，甚至还对谢利亚动手动脚，揪着他的头发就把人扯了过来。不过下一秒就被雷欧一个精神威压压得双腿打颤，然后跪倒在地，给雷欧拜了个早年。雷欧表面装成柔弱可欺的小正太，哎呀，大哥哥你没事吧？实际上却悄悄在黄毛耳边告诫他，你这种俗人一根手指也不许碰他美丽的头发。就在黄毛不甘心的召唤出圣剑想要反击的时候，一个学姐出现阻止，威胁黄毛再不离开女生宿舍区，就把刚刚的录像传给管理局。黄毛只能骂骂咧咧的带着后宫走了。雷欧在心里想，我居然对那种蝼蚁动了怒，不过无需反省，毕竟他虽然是宽容的魔王，但也有限度的。菲涅学姐也是谢利亚小队的成员，已经得知了谢利亚带回了个小孩子，还为他准备好了制服。他很自责这次没能跟谢利亚一起去，因为要帮管理局分析数据，说是这块区域出现了异常的魔力反应，上头会再派出精英小队再次收集数据。谢利亚听着听着，眼前就开始模糊。雷欧知道他是能量要耗尽了，谢利亚则觉得自己是太累，带着雷欧赶紧回了宿舍。一进
卧室，就催他赶紧洗澡。雷欧正用肥皂洗着头呢，脱得光溜溜的谢利亚就进去了，才不是因为想色诱雷欧让他加入他们小队呢。雷欧不解地问谢利亚，既然没有觉醒圣剑，为什么还要拼命战斗呢？被别人保护着不就行了？没想到谢利亚反应那么激烈，他不想被人保护，也非战斗不可。话还没说完就倒了下去。从雷欧这个视角刚好能把他给看光。雷欧抚摸着谢利亚大腿上的印记，谢利亚的眼睛就又变成了红色，被雷欧拉过去，就迫不及待地舔舐他的脖子，开始吸血。吸完后就立刻恢复了正常。雷欧告诉谢利亚，其实自己并没有用圣剑治愈他，他无法让已逝的生命复活，也就是说，谢利亚，你已经死了。大魔王转生成了10岁小孩，竟然被一群大姐姐争着带回房间宠爱。雷欧在前世可都没有受过这种待遇，当然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眷属谢利亚，因为谢利亚死而复生后已经变成了吸血鬼女王，每天晚上都要吸她的血。昨天在浴室吸完之后，谢利亚就睡了过去，还梦到了2年前在圣剑学院发生的事情。那时候的她菜的不行，既没有觉醒圣剑，剑术也没练到家，因为长得漂亮，被一个黄毛学长找上门来。黄毛表示，只要她加入自己的小队，就可以护她周全。至于加入小队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言而喻。雷奇娜见状，立刻冲上来阻止。黄毛学长不想跟他们发生冲突，就离开了。但谢利亚沮丧无比，他真的无法觉醒圣剑了吗？苏醒之后，谢利亚也知道自己的状态不正常，就问雷欧到底是什么人。雷欧并不再隐瞒，声称自己是复活的古代魔导师。在他那个时代，人们会以术士来使用魔力，而他也是用魔术将已经死去的谢利亚作为眷属复活。现在的谢利亚是最高位的不死者，吸血鬼女王。不过虽然实力得到了提升，身体却会在缺乏魔力的时候渴求血液。昨天在浴室里突然扑上去吸血，也是因为这个。谢利亚听完这件事，并没有责怪雷欧将自己变成吸血鬼，反而感谢他救了自己。他9岁的时候，故乡被虚兽袭击，那次也是史无前例的虚兽大规模爆发，还被称为大狂骚。谢利亚的家人们作为圣剑士，全都为了保护人民而战死，唯二存活下来的就是他和女仆雷吉娜，两人也被圣剑学院收留。因为谢利亚体内流着圣剑士家族的血脉，大家都期待他能觉醒圣剑，可他却辜负了这份期待。现在这具身体已经死了，大概更没希望了吧。雷欧本想安慰一下谢利亚，肚子却突然叫了起来。谢利亚便将他带去了餐厅。经过了1000年，连食物都发展得如此多样。雷欧掏出一枚金币，大手一挥，让谢利亚随便选，结果却被告知，大人，时代变了，现在大家都是刷信用卡的，谁还用金币呀？雷欧大为震惊，自己作为储备资金的2000枚金币竟然没有了价值。就在这时，谢利亚遇见了自己的另一位室友笑耶。笑耶被2个男人动手动脚，不过下一秒那俩人就被一剑打趴了，灰溜溜的离开了。谢利亚这才带着雷欧上前打招呼，得知笑耶昨晚又去了赌场，刚才那2人就是来催债的。笑耶答应他们下周一定还钱，现在自己是唯一一个有钱人。谢利亚就请了笑耶和雷欧一起吃饭，吃饱喝足后才带着雷欧去确认圣剑类型。雷欧没有圣剑，就掏出了自己的风罪魔杖。审查官让他和虚兽模拟器战斗一下，正拿着平板输入信息的时候，雷欧就一炮把那个模拟器全打烂了。其他学生听到动静纷纷围了上来，审查官也觉得雷欧的圣剑强的有些离谱，打算再调过来一批模拟器好好调查一下。没想到那个黄毛学长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他可是准1等圣剑士，非常自信能够审查雷欧的实力。说着就和身后的4个妹子一起召唤出圣剑。好家伙，这么自信还5打1呀！黄毛还强词夺理，自己的圣剑的能力就是绝对支配，所以那几个妹子也是属于自己武器的一部分。雷欧倒是无所谓，谢利亚却已经站到他身边，要和他一起了。审查官默认了他们双方的决定，如果谢利亚和雷欧这边输了，谢利亚就要加入黄毛的小队；如果黄毛输了，以后就再也不能来纠缠谢利亚。互相确认之后，这场圣剑决斗正式开始。谢利亚率先握着剑冲了上去，谢利亚一剑打退一个妹子，又用凌厉的攻势攻向第2个女生。黄毛见势不妙，立刻指挥其他人一起冲上去，却忽视了还有雷欧这个后援。
这次雷欧注意控制好力量，先是用影子抵消了对方的魔力电击，同时放出另外2道影子从地面钻出去，缠住了大姐姐的双腿。很快谢利亚已经将另外3个妹子全部打倒，立刻将目标转向黄毛。结果黄毛一挥魔杖，他的身体就无法动弹了，毕竟他的魔杖拥有绝对支配的能力。黄毛将谢利亚手中的剑打飞，开始对他动手动脚，不过还是得先把碍事的雷欧除掉。雷欧正打算亲自出手，突然听见谢利亚嘴里一直喊着什么，我要守护雷欧，我一定要守护雷欧。紧接着手上迸发出耀眼的白色光芒，一柄圣剑缓缓出现在他的手中。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觉醒了圣剑，而且还顺势解除了黄毛的支配，一剑就将黄毛的圣剑斩碎，其他女孩的支配也全都被解除，黄毛再也无法对他们为所欲为了。看到这一幕的雷吉娜立刻扑了上来，她一直相信大小姐肯定能觉醒圣剑，而如愿以偿的谢利亚则非常感激雷欧。晚上为了庆祝谢利亚的圣剑觉醒，和雷欧加入他们小队，大家一起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就在雷欧美美干饭的时候，菲涅学姐突然邀请他吃完饭来自己房间坐坐，当然只是为了把他的生理信息编入学院的网络中。接下来就要讨论雷欧住在哪里的问题了。大姐姐们都很喜欢这个小正太，争着让他住进自己的房间，还提出了各种极具诱惑的条件。当然雷欧最后只能选择谢利亚，毕竟晚上他还要让谢利亚吸血呢。结束后，雷欧去了菲涅的房间。菲涅的圣剑是宝珠的形状，主要的能力是收集和分析数据并进行通讯。其实以前他也能负责火力输出，但是在某次执行任务时目睹2个同伴被虚兽杀死，从那之后他的圣剑就失去了原本的力量。录入完毕后，雷欧借了菲涅的地图，开始查看现在这个世界的地理分布，发现虚兽的出现和过去的战场似乎有所关联，就召唤出了他的狼下属布莱卡斯。布莱卡斯告诉雷欧，这座岛的地下水域里被安置了巨大的魔力结晶，人类称之为魔力炉，能将魔力分配给整个都市。雷欧就开始想如何将这玩意儿化为己用。等布拉卡斯离开后，夏利又出现了，结果夏利只带回来了一袋子点心，情报只是在搜罗点心的时候顺便收集的，那就是这座都市里没有人知道魔王大人和1000年前的战争，按理说这是不应该的。雷欧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夏利就已经开始吃起了谢利亚的醋，他能感受到主人已经将那个女人收为眷属，没想到下一秒就看到刚洗完澡的谢利亚只裹着浴巾就走了出来，真是不知羞耻呢。与此同时，一支小队在水下发现了虚兽的踪影，曾经是勇者的雷欧为什么会堕落成魔王？只是因为他威胁到了国王，就被骗去陷阱，万箭穿心而死。谁让他比国王更受民众的尊敬呢？雷欧死不瞑目。等那些人离开后，一个少女出现在他的尸体身边。少女问雷欧，认为这个世界是正确的吗？尽全力做好事却遭背叛的雷欧回答，不知道，反正世界到头来只是这种东西而已。但是少女不喜欢这样的世界，她要反叛，并且邀请雷欧和自己一起，说着握上了他的手。死不瞑目的男人竟然重新眨了眨眼睛，看到阳光刺破乌云，听到少女说，成为我的东西吧。少女就是雷欧一直在找的反叛女神罗杰利亚，父亲他的魔王军是他的使命。从回忆中抽身的雷欧摸了摸脖子，摸到伤口后立刻就反应过来，自己又被吸了。10岁正太被大姐姐夜闯卧室，对着脖子又吸又舔，所以雷欧直接去谢利亚的房间叫醒了他，因为作为支配者的他可以让眷属服从任何命令。谢利亚一听立刻就慌了，那色色的事情岂不是也能做？雷欧大无语，他现在才10岁的身体呀。说完后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牙印，谢利亚也有些不好意思，他半夜实在太饿了，就跑去雷欧的房间吸了一点。雷欧知道这是吸血鬼的本能，但是希望谢利亚下次再吸能先打声招呼。这时谢利亚接到了菲涅学姐打来的电话，菲涅刚刚被召集要参加战略会议，似乎是之前那个调查队出事了，告诉谢利亚如果有什么事情自己会及时通知他。而今天是周末，谢利亚希望能跟着雷欧好好锻炼一下。另一边，圣剑学院的高层正在讨论那支调查队的事情，调查队大概已经是全军覆没了，但是在通讯中断之前收到的数据中有记录到虚兽反应，3秒后就立刻消失，因为是在海里，图像看起来非常模糊，隐隐约约能看出来是个树根一样的东西。数据员推测
可能是由虚兽甚至是虚兽君主异化形成的。一听到虚兽君主，众人的心就忍不住提了起来，因为6年前的那场大狂骚就是虚兽君主引起的，最后他们人类方损失惨重。第7战术都市的防御能力被大幅增加，也是这个原因。如果真的会再出现大狂骚的话，可能就需要安排普通民众提前撤离了。只是现在一切都还不确定，他们就打电话给司令，司令表示，既然现在虚兽反应已经消失，讨论撤退还为时尚早，应该尽快再次进行调查。军队负责人当即决定派出3个精锐小队组成火力侦察部队，而高层讨论的事情，学生们还一无所知。谢利亚正在用模拟器训练自己的剑术，他的剑术基本靠自学，现在成了吸血鬼女王，反而拥有了更加磅礴的魔力。雷欧就建议他往魔剑士方向发展，然后掏出魔杖，将这个训练场附上结界，召唤出了大批骸骨供谢利亚练习。骸骨源源不断地从地面钻出来，谢利亚一边用魔力强化身体，一边精进自己的战术，一直累到气喘吁吁，雷欧才停下来。他贴心地问谢利亚需不需要补充魔力，可惜被大姐姐给拒绝了。为了感谢雷欧帮自己锻炼，谢利亚还骑摩托车带他去外面逛街了，来到一家非常有名的甜品店。没想到夏利就在这家店里打工，看到雷欧立刻躲了起来，悄悄观察主人和眷属的相处方式，发现那个眷属竟然敢随意使唤自己的主人，虽然气不过又无可奈何。注意到他们准备离开，就悄悄跟了上去。谢利亚带雷欧来到了一家名叫阳光之家的餐厅，里面跑出来了一群小孩子，围着谢利亚叫姐姐。这些孩子都是被餐厅收养的孤儿。这时其中一个小男孩竟然敢掀谢利亚的裙子，雷欧顿时就想对那小屁孩动手，却被谢利亚笑着阻拦，表示没事的，他还是个小孩子呢。紧接着谢利亚给大家介绍了雷欧，告诉他们这可是一位圣剑士。小朋友们立刻围了上去，看到谢利亚和小朋友们的相处，雷欧知道这应该就是他想守护的地方了，而自己想守护的地方已经不复存在了。此时的宿舍里，菲涅一直在监测着数据，突然感受到城市外围有地下震动，笑耶也产生了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另一边，2个工作人员前去检查食物库，一开门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库房里竟然被密密麻麻的树根充斥着。勇者拯救民众，却反而被嫉恨。在雷欧还是勇者的时候，有城镇遭到了魔物的侵袭，当时只有他和2个同伴在现场。白发老头是亚拉齐尔，他的 AOE 魔术会将范围内的魔物和人类全部杀死，但是没关系，反正旁边的奶妈提亚雷斯能复活。说着，亚拉齐尔就准备放魔法，人类和魔物一同承受着高温带来的灼热痛苦。雷欧却看不下去，一刀将那个还未成型的法阵斩碎。搞那么麻烦干什么？他上去一刀一个就将魔物尽数斩杀了。最后所有被救的民众都呼唤着雷欧的名字，亚拉齐尔和提亚雷斯却对他非常不满。亚拉齐尔甚至笃定那份力量总有一天会让他自掘坟墓。事实证明他说的对，但那不是雷欧的问题。时间回到1000年之后，圣剑学院的高层连线了擅长数据分析的菲涅。菲涅告诉他们，自己刚刚在战术都市地下第62区检测到了微弱的局部震动，同时还观测到了空间质量的变化。片刻后，2个街区外的第59区也观测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这一系列数据都表明虚兽正在他们战术都市活动。高层瞬间大惊失色，固若金汤的战术都市竟然被虚兽入侵了。另外2个工作人员立刻确认了菲涅刚刚发来的数据，并且推测出了入侵路径，那就是浮动模块集群构造上的结合口和缠绕口等缝隙。紧接着他们又在31区检测到了轻微的防壁损伤，说明那只虚兽还在不断移动着，很有可能为了优先入侵在故意抑制活动量。高层反驳虚兽没有那种程度的智慧，菲涅就对他发出了灵魂质问，那你们找到失踪的结晶了吗？话音刚落，会议室又收到了一份报告，说是某地下仓库有像植物根一样的东西密集生长着，无数证据都在证明他们战术都市的确是被入侵了。菲涅让雷吉娜和笑耶随时准备好行动，自己则去查看谢利亚现在的情况。此时的谢利亚和雷欧正在跟阳光之家的孩子们一起吃饭，小孩子们缠着雷欧想要看看他的圣剑。很快高层安排的增援部队就去了那座地下仓库，没想到那些树根突然活了，联络信号也被中断。这座战术都市对空中目标很强，地下却很薄弱，事已至此也只能通知民众尽快撤离了。
他们想寻求其他都市的帮助，结果信号被隔断，连出差的司令都联系不上。就在这时，地下仓库的通信恢复，增援部队说那东西逃走了。这再一次说明入侵的虚兽是有智慧的，他在保存实力。菲涅和工作人员一起检查了能量供给线发出的损伤警报，发现这虚兽的目标很有可能是魔力炉。魔力炉拥有巨大能量，一旦被虚兽获得，势必会引起大狂骚。魔力炉周围有强大的拦截系统，同时还有大量支援部队前往，即便如此也没能迅速压制住那些树根。在双方交战之时，高层迅速确立了代理司令，并且决定将这只虚兽视为虚兽君主。第7战术都市也将切换到堡垒模式，让民众到避难所避难，全体战斗人员做好大狂躁的准备。大家有条不紊地做好自己的职责。终于，树根还是刺破了魔力炉，开始吸取里面的大量能量。魔力炉负责供给整个都市的运转，所以阳光之家的电灯也开始闪烁。紧接着警报声响起，谢利亚和雷欧立刻跑了出去，这才发现天空还被破了几个洞，里面正源源不断飞出大量虚兽。不过已经切换成防御模式的中央塔也升起了一座座炮台，这座都市俨然已经变成了孤岛。帝都最少也要3天后才能前来支援。圣剑学院的负责人向高层表示，他们肯定能撑得住。他对圣剑学院的学生很有信心，而学生们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已经纷纷出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了。除了炮台的无差别攻击，就是他们各自的圣剑力量了。谢利亚的几个室友相继召唤出自己的圣剑，谢利亚却联系不上学院，只能赶紧回到阳光之家，准备先把大家带到避难所。夏利趁机现身，告诉了雷欧现在的状况，问他想怎么做。雷欧让他去保护自己眷属的那些伙伴，夏利只能不情不愿地去了。他刚离开，谢利亚就带着孩子们出来，然而街上到处都是虚兽，更加危险。谢利亚只好又让大家回去，自己挺身而出，准备战斗，手握圣剑，一剑戳死一个。而雷欧更是一个火焰魔法就能烧死一大片。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天空又破了一个洞，这次里面钻出来的是一个大家伙。另一边，雷奇娜他们所在的方位也出现了一只海德拉级别的虚兽，赫然是一只5头蛇。而雷欧这边的是一头巨龙，他忍不住感慨，怎么连龙族都沦为虚兽了？如果这只虚兽也具备和龙同样的抗魔力特性，那一般的皱纹就没办法了。雷欧需要施展超位魔法，在吟唱咒语期间就由谢利亚来保护他，一边吟唱还要一边在心里强调，我才不是想要保护这座城市，我只是不能对那些挑衅魔王以及眷属的家伙置之不理。说完后挥起魔杖指向面前的巨龙，随着法阵显现，巨龙上空瞬间飞来无数火球，将其击落在地。没想到这头巨龙专挑软柿子捏，扭头朝谢利亚射出一记吐息，然后面向雷欧。但是雷欧现在的身体短时间只能高速吟唱一次，无计可施之时，布莱卡斯突然窜了出来，一口咬住了巨龙的脖子，刚好为雷欧争取了时间。他施展了另一个超位魔法极大抹消，强大的威压将巨龙彻底压垮，最终碎成渣渣，缓缓消散。然而下一秒，巨龙身下的地面突然开裂，里面伸出几条树根，将毫无防备的谢利亚拽了下去。雷欧想追上去，却被树根阻拦。那些树根缓缓汇聚成了一个老熟人的模样，竟然是亚拉齐尔。当初雷欧被罗杰利亚复活，变成了不死族的魔王，经常出去打架，为罗杰利亚带回各种战利品。这次他回来后，高兴地告诉罗杰利亚，自己交到了新朋友，是影之王国的王子，也就是布莱卡斯。布莱卡斯的国家被卷入了纷争之中，和雷欧约定，一旦有紧急情况，就让整个国家都逃进他的影子里。作为感谢，他还教了雷欧一些魔术。而罗杰利亚也为雷欧献上了胜利的祝福，拿出了雷欧生前使用的圣剑。只是这把勇者圣剑已经不适合魔王雷欧，罗杰利亚就将其变成了魔剑，但这把剑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拔出。魔剑自身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足足等了1000年。亚拉齐尔现身，似乎只是为了跟雷欧打个招呼，立刻又遁回地下。雷欧知道他是想引自己下去，既然如此，那就将计就计。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解决那些小孩子。他本来以为那些人看到自己的力量会感到恐惧，正打算摆出魔王的姿态，结果其中一个小女孩竟然感谢了他，然后请求他救救谢利亚姐姐。原来自己并没有被忌惮害怕，
意识到这点的雷欧有些欣慰地摸了摸那孩子的头，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把谢利亚带回来，接着用结界和不死者护卫保护了这里。堂堂魔王出发前竟然还要先吃口烤串。就在这时，他们听到谢利亚落在地面的通讯器传来菲涅的声音，原来是菲涅那边快抵不住了，想让谢利亚回去帮忙。雷欧就告诉他们，谢利亚被虚兽抓走了，希望菲涅学姐能用圣剑的探索能力确认谢利亚所在的位置。现在其他小队基本都腾不出手，菲涅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雷欧身上，开始追踪谢利亚的位置。他现在就在战术都市的中央附近，没想到刚说完，五头蛇的其中一颗头就攻了过来。好在千钧一发之际，夏利出手相助。与此同时，雷欧骑着布莱卡斯火速赶往魔力炉的方向。到了之后，雷欧也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树根已经彻底盘踞在了魔力炉周围。雷欧直接一个火球射过去，然而这树根却有极强的再生能力，转瞬之间就恢复原状。亚拉齐尔问雷欧为什么还在这里，他不是1000年前就被消灭了吗？得知雷欧是封印灵魂转生后，也不屑一顾。毕竟时代已经变了，世界会与虚无之星一起再生，而他就是被选中的继承福音者。说完后，树根上钻出了一张张人脸，雷欧认出来，这是当年神圣教团的僧侣，竟然全都被亚拉齐尔给吸收了。另一边，谢利亚也苏醒过来，身体却被树根查得结结实实。听到谢利亚的声音，雷欧和布莱卡斯立刻冲了上去，可是不管他们用什么魔术，对亚拉齐尔造成的伤害都会迅速恢复。除此之外，他们的魔术威力也被弱化，因为这里是亚拉齐尔的领域，他们的魔力会被吸走。就在这时，亚拉齐尔释放了第8级的神圣魔术，空中的无数法阵齐齐射出圣光神灭炮。雷欧的肩膀还不小心中了一击，立刻挥舞法杖反击，却被亚拉齐尔的屏障给弹了回去。现在局势对他们非常不利，谢利亚也清楚这一点，极力想冲出树根和雷欧并肩作战。他的手中幻化出了圣剑，不顾被树根紧勒着的疼痛，试图移动圣剑。突然，他的血液里出现了几枚锋利的血片，那些血片弹射出去，割断了树根。雷欧也终于察觉到了谢利亚的位置，将自己的一滴血射入了他的身体。谢利亚瞬间觉醒吸血鬼女王的力量，两人在空中拉住了对方的手。不过谢利亚还不习惯这股力量，差点掉下去，幸亏雷欧及时抱住他。现在两人终于可以并肩作战。结果亚拉切尔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这是第10阶梯的多重咏唱。难道他想和这座都市同归于尽吗？但是雷欧可不允许，他需要一段时间咏唱，让谢利亚保护自己。谢利亚就不断挥舞圣剑为雷欧争取时间。布拉卡斯没有想到雷欧想出来的解决方法是拔出那把魔剑，提醒他别忘了那意味着什么。当初罗杰利亚为魔剑设定的拔出条件是守护王国，所以想要打出这把魔剑，雷欧需要先将这片土地定为自己的王国，而住在这里的就都是他的臣民，是他应该守护的子民。吟唱完解封魔剑的咒语后，魔剑也给予了雷欧的回应，一剑就将亚拉齐尔彻底摧毁。不过那老头临死前还念叨着，毁灭的命运是绝对不会被改写的。雷欧却毫不在意，命运什么的他会亲手蹂躏他。亚拉齐尔消失后，其他虚兽也都相继消散，他们成功守护了这座都市，虽然绝大部分都是雷欧的功劳，而这次的战斗对雷欧的负担也有点大。第2天就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谢利亚送来了阳光之家的孩子们为他做的花环，然后羞涩地表示自己的魔力好像有点不太够了。雷欧就伸出手指让他吮吸，万万没想到这一幕刚好被另外3人撞见。好家伙，怪不得你非要跟人家小正太住在一起，原来打的是这种主意呀！谢利亚百口莫辩。与此同时，一位重要人物正在往第7都市赶来。魔王转生成年仅10岁的人类究竟有多幸福？明明身边已经有了个忠犬女仆，扭头就跟吸血鬼大姐姐在泳池里嬉戏玩耍，就当是作为雷欧解决了虚兽事件的奖励。在和亚拉齐尔的战斗中，雷欧不得已将这座战术都市设为了自己的王国，但他对这个王国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必须先进行一些调查。结果发现自己的身份证连个保管库都进不去。一旁负责守卫的猫头鹰告诉他，想进去需要得到管理局的许可。雷欧忍不住吐槽，
靠，自己这国王当的也太憋屈了。突然一双手捂住了他的眼睛，不用猜，肯定是爱搞恶作剧的雷吉娜小姐。雷吉娜得知雷欧是来这里调查古代文字的，就直接操控了那只精灵，让他开门放他们进去，并且提醒雷欧记得保密。而这些精灵其实都是科技造出来的，真正的精灵在虚兽侵略之前就几乎消失了。雷吉娜一边讲解，一边给雷欧找关于古代文字的资料。这时两人收到了管理局发来的信息，他们都被邀请去参加慰劳会了。主办方是第4王女阿尔提利亚殿下。殊不知一场针对王女的绑架正在悄悄计划着，这几个兽人准备在今天的慰劳会上绑架王女作为人质，让帝都解放他们被囚禁的同伴。不过他们都没有圣剑，能否成功突破重围带走王女还不一定呢。没想到一只长耳亚人突然出现，上来就说自己可以帮助他们，说着展示出了自己的圣剑，将圣剑抵在其中一头狮子兽人面前。狮子兽人明显感觉到有力量正在涌入自己的身体，他本能地幻化出了一把圣剑，一刀就将身旁的巨木斩断。独属于人类的圣剑竟然也出现在了他们兽人体内。长耳亚人解释，这并非圣剑，而是女神赐予的魔剑，管它圣剑还是魔剑，反正能让他们绑架王女就是好剑。长耳亚人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需要活捉圣剑士，并且交给他，因为女神想要祭品。其他兽人自然是一口答应，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另一边，雷欧在看完资料后也来到了举办慰劳会的军舰，看着面前雄伟华丽的军舰，雷欧可太想要了，准备给自己的神圣魔王军也安排几艘，然后在港口精心挑选了一个首饰，准备送给谢利亚当礼物。很快传说中的王女也现身港口，居民们纷纷围上去想要一睹王女尊容。雷欧也下意识凑了上去，却被谢利亚他们几个叫住。看到谢利亚，雷欧赶紧掏出自己刚刚买的小猫吊坠，把大姐姐感动的差点哭出来，收下后就带着雷欧准备上船。雷欧发现雷吉娜还没过来，就问了一句，他们都有些欲言又止。谢利亚只说雷吉娜身上也发生过很多事，而与此同时那几只兽人已经混上了船，他们割下了人类守卫的脸皮，安在自己脸上就能变得和那人一模一样。因为是慰劳会，主要是犒劳在上次的虚兽入侵事件中英勇战斗的战士们，并没有那么多的繁琐礼节，大家该干饭的干饭，该休息的休息。雷欧则将自己誊抄的那些书籍又看了一遍，觉得似乎有人在掩盖过去的历史，什么诸神和6英雄，还有叛逆的女神和8位魔王，这些在他的时代响当当的人物全都没有被记载。魔术被荒废，魔导技术发达，这一点也相当不自然。当然这个时代也有很多雷欧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比如这个名叫可乐的饮料，他就很喜欢，这份漆黑与魔王非常相配。就在这时，夏利先生兴冲冲地跟雷欧展示了自己的新女仆装，然后汇报了自己的发现。这座战术都市的动力来源是魔力结晶，武装有大炮和飞行兵器。雷欧让夏利继续深入调查，还给了他一份他最喜欢的甜甜圈作为奖励。突然谢利亚的声音传来，夏利立刻引入地下，而雷欧看到谢利亚的瞬间就脸红了。年仅10岁的正太体内可是有一个老色批的灵魂呐。谢利亚邀请雷欧跟他们一起游泳，雷欧说什么也不愿意，毕竟堂堂魔王竟然不会游泳，这种事情说出去也太丢人了。但是谢利亚早有预料，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泳衣，雷欧不能辜负大姐姐的好意，被谢利亚拽着浮水，傲人的凶器就在他眼前一晃一晃的，就算他现在只有10岁也很难把持得住啊。这边雷欧忙着泡妹，另一边的王女可就惨了，混入守卫中的兽人3两下就解决了他身边的护卫。王女知道自己逃不掉，立刻将怀中的精灵扔了出去，而大厅也被那些兽人给控制住了。雷欧知道他们肯定还有别的同伙，就暂时按兵不动。其中一个兽人老头扔下了一颗苹果，凡是让他察觉到有人想用圣剑，他就会立刻引爆。因为长耳亚人说要活的圣剑士，他们只是将大家绑了起来。雷欧听到那几只兽人提到了女神的祭品，心念一动，感觉有了突破口，悄悄告诉谢利亚说自己会确保王女的安全，然后瞬间消失，只留下一堆绳子。谢利亚和一旁的飞涅立刻默契地挡住了那堆绳子，兽人也没发现少了个人。而王女被绑架到了司令室，被迫启动了发动机，按照兽人的要求操控战舰往帝都驶去。突然监测到前进路线上有吸收的暗礁，狮子兽人想让他绕过去，查尔魔女却要求王女直接冲进去，因为被虚兽的瘴气侵蚀的圣剑士会成为最适合女神的祭品，至于兽人的性命无所谓了，好一个过河拆桥。兽人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可他们手里还拿着魔女给予的魔剑，现在反而成了夺命刀。狮子兽人瞬间被烧成了灰烬，一旁的豹子兽人不得已听从魔女的指示，战舰已经开始挣脱束缚。岸上的人大喊还没到出航的时间呢。一直在关注这边的雷吉娜却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时王女一直抱着的那只精灵跑了过来，精灵向雷吉娜传递了求救的消息，但战舰已经挣脱了绳子，情急之下
雷吉娜抱起精灵就跳了上去，居然刚好遇到迷路的雷欧。雷欧这才知道那个王女竟然是雷吉娜的妹妹。雷吉娜出生的时候天降灾星，王室的人都将其视为不祥，表面上宣称第4王女已经死去，实际上雷吉娜被公爵的儿子爱德华悄悄带走。这个爱德华大人就是谢利亚的父亲，雷吉娜也成为了谢利亚的专属女仆，一直隐瞒着真实身份生活。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他们18小队的成员，所以雷吉娜才不愿意跟他们一起上船。只是现在妹妹早已危险，她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理了。而这只精灵其实相当于控制船舰的钥匙，明明精灵已经离开了王女，军舰却还在移动，说明王女身边肯定出了什么事情。反正雷欧出来目的也是为了救出王女，干脆让精灵引路，和雷吉娜一起跟了过去。谢利亚这边也在跟同伴思索脱身的方法。菲涅悄悄分析了爆炸物的能力，在兽人还没出现的时候，他就悄悄藏了一个天眼在吊灯后面，但他能做的也只是延迟爆炸，必须有1秒的空档才能屏蔽信号。此时谢利亚注意到了不远处的一枚叉子，就悄悄捡了起来，刺破了自己的手指。另一边，雷欧和雷吉娜也赶到了司令室，里面却已经没有活人了。这艘船已经锁定了前进的方向，没办法遣返，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王女。他们王室的人可以通过精灵进行心灵感应，雷吉娜就抱着精灵在心中呼唤妹妹，很快就连接到了王女。王女正在被魔女和兽人带着往航空甲板走，不过她希望这位路过的精灵使小姐能先救船上的人，因为前进方向被固定在虚设的暗礁上了，不及时制止的话，他们整船人都会没命。只要将位于最底层中央的精灵统御机关与那只精灵连接，就可以夺回控制权了。紧接着王女说出了主控密钥，眼看他们离暗礁已经越来越近，雷欧当即做出决定，自己前去救王女，让雷吉娜去夺回控制权。说完后就打碎窗户，直接跳下甲板。与此同时，谢利亚的血液已经悄悄蔓延了出去，等会儿他发出信号的同时，菲涅就可以进行干扰。结果旁边的女会长突然开口，要求那些兽人至少把孩子送上救生艇。在女会长和兽人争吵的时候，少爷又割断绳子跑去干饭了，还故意摔碎盘子引起注意。会长则突然发起攻击，将兽人摁倒在地。这边的混乱给了谢利亚机会，立刻喊了声学姐。菲涅同时操控了天眼，飞到了魔法师面前。兽人魔法师挥起魔杖想直接引爆，谢利亚的血线却将其瞬间勒断。菲涅也趁机打退女兽人，会长则召唤出了自己的圣剑槟榔，咬住了狼人的大腿。谢利亚更是直接挣脱绳子砍向了魔法师兽人，局势瞬间逆转。可谢利亚却怎么也联系不上雷欧。这时众人才发现他们竟然驶进了虚兽暗礁，外面的海面上到处都是虚兽，其中一些还跳到了甲板上。虽然暂时被圣剑士们的圣剑压制，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突然谢利亚听到了雷欧的声音，原来雷欧之前送他的那个猫猫吊坠可以充当联络工具。双方互相交流了一下现在的状况，雷欧想让谢利亚去找雷吉娜保护他夺回控制权，大厅那边自己会负责。谢利亚便跟菲涅打了声招呼撤退，而王女那边也遭遇了虚兽的袭击。王女问长耳魔女要把自己带去哪里，对方回答有一群人对精灵之力很感兴趣，总之他会成为虐待狂的玩物。大厅这边菲涅他们也掩护了平民撤离，只留下少爷与一只超强虚兽对战。很快谢利亚和雷吉娜会合，由谢利亚为雷吉娜开路，雷吉娜顺利来到了控制室。她万万没有想到主控密钥竟然是自己出生时降落的那颗灾星的名字。原来王女一直都知道自己有一个姐姐，也隐隐猜出来雷吉娜就是自己的姐姐。有了密钥和精灵，雷吉娜成功改变了军舰的方向，可王女却已经被魔女给带走了。眼看两人所乘的飞机就要起飞，千钧一发之际，雷欧出手阻止。与此同时，夏利帮菲涅他们解决了那些小喽啰虚兽，少爷也独自一人将章鱼虚兽砍得七零八落。而魔女不得已从飞机上下来，问雷欧究竟是什么人。雷欧也不隐瞒，直说自己就是魔王。魔女听了之后却很生气的样子，声称他不配这个高贵的名号，说着将一个大火球砸了过来，却被雷欧挥起魔杖轻飘飘的抵消，还嘲讽他就这。魔女不敢置信的看着他，他的魔术可是传说中魔王开发的。雷欧一脸自豪，没错，这就是我开发的初级魔术。然后对魔女进行了一些捆绑 play， 质问他的目的是什么。魔女只能和盘托出，他要用虚无侵蚀圣剑士产生出魔剑送给女神当祭品。意识到这个女人很可能知道一些秘辛，雷欧问他那位女神是谁，1000年前的诸神应该都已经消亡了才对。魔女刚想说出女神的名讳，就被万箭穿心而死。那
那些魔剑是突然从她身体钻出来的，紧接着魔女的身体变成了一只蜘蛛形的大虚兽。雷欧认出来这是弑杀魔王的武器魔尖剑，周围的空间也被开了几个洞，里面又走出来一群虚兽。雷欧有些不敢置信，连传说中的武器都被虚无吞噬化为虚兽君主了吗？当然，就算是虚兽君主也不是他的对手，直接挥起魔杖施展超位魔法，极大消灭火球。但是那把剑拥有对魔术特性，雷欧的魔法对他造不成丝毫伤害，而且对方还拥有空间转移的能力，能够瞬间消失又突然出现。雷欧光是应付他就有些应接不暇，偏偏那些虚兽小喽啰趁机靠近王女乘坐的飞行器，好在雷吉娜及时打开了船上搭载的武装大炮和导弹，谢利亚也从里面飞了出来。雷欧再一次让谢利亚为自己争取吟唱的时间，然后召唤出了自己的魔剑，又是一剑将虚兽君主砍了个灰飞烟灭，成功保护这艘军舰以及王女。事后王女召见了功劳最大的几个人，感谢他们在这场袭击事件中的英勇表现，却没看见雷欧的身影。谢利亚解释那孩子身体不佳，就先行告退了。王女又提起了和她心灵交流的精灵使小姐，知道雷吉娜和王室关系的谢利亚和菲涅对视一眼，决定替雷吉娜隐瞒下来，只说她有事不能来这里，但是有话让他们转达给王女，那就是她衷心为王女殿下的平安感到高兴，今后也希望她能幸福安康。王女这才展露了笑颜。谢利亚说雷欧身体不适倒也没错，他每次用完魔剑都会肌肉酸痛，不过这次闯进他房间的不是谢利亚，而是雷吉娜。大姐姐手里还拿着亲自烤的苹果派，既然雷欧肌肉酸痛没办法吃，那姐姐就亲自喂他，而且作为奖励，雷吉娜还给了雷欧一个亲亲。谢利亚再不回来，墙角都要被女仆给撬喽。大魔王转生成10岁小孩究竟有多爽？被2个大姐姐抢着给他吸枕，还附赠掏耳朵服务，把雷欧舒服的欲罢不能。前世的他哪享受过这种待遇，都是他给别人吸枕的。不知不觉就回忆起了前世叛逆女神趴在自己大腿上的场景。此时两人的王国才刚刚建立起来，女神却说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了，她要转身到1000年后的世界，希望到那时候不管自己变成什么样子，雷欧都能找到自己。于是雷欧向他保证一定会找到他。再次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又躺到了谢利亚腿上，看着那张和叛逆女神有些相似的脸，雷欧一时有些恍惚。在他们圣剑学院的学生救出王女之后，王室的军队迅速前去清剿兽人余孽，没想到戴着面具的雷欧突然出现，瞬间就将那些士兵石化。在绝望之际拯救了这群兽人的他，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收入了麾下。兽人们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乖乖俯首称臣。雷欧还为他们取了新的称号魔王之影，然后为自己的新部下创造了一个地下迷宫作为容身之处，好让他们在这里好好磨砺爪牙，随时准备跟自己一起反抗帝国。话音刚落，家里大人就打电话来催了，雷欧只能甩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离去。打电话喊他回去的是谢利亚。今天早上他起床后去雷欧的房间，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黑发女仆，但一眨眼女仆消失不见。谢利亚便给雷欧打电话询问，发现对方没接电话，就先去洗了个澡。而雷欧一看到谢利亚打来电话，就立刻瞬移回来了，刚好撞上大姐姐换衣服的场景，立刻背过身去，装作啥都没看见，又刚好被雷吉娜撞见这一幕，这下可真是百口莫辩了。吃饭的时候，谢利亚和雷吉娜两人聊起了他们宿舍凭空出现的女仆幽灵，雷欧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夏丽，不过并没有解释，就当她是幽灵吧。他借口今天早上出去是为了演习比试做准备，这个演习比试是团队赛，昨天晚上他们已经制定了精密的计划。开局雷欧和谢利亚率先配合拿下一城，另一边菲涅和雷吉娜则负责守城。菲涅利用自己的圣剑对周围进行监测，一旦发现目标就告诉雷吉娜由他来击退。笑耶作为攻击力最高的剑士负责突破中央，但其实这只是佯攻，真正负责摧毁四面副旗帜的是谢利亚和雷欧。结果两人还是被敌方首领芬瑞斯的槟榔给拦了下来。没想到芬瑞斯作为队长竟然选择了防卫据点旗帜，同时派出自己的圣剑槟榔去阻拦笑耶，又让2名攻击手去进攻谢利亚他们的主旗帜。虽然看起来像个任性的大小姐，不过这位芬瑞斯会长还是有点东西的。他和谢利亚互相看对方不爽已经很久了，刚好借此机会做个了断。说着，芬瑞斯将圣剑转换了形态，2只槟榔嵌在了他的拳头上，他直接朝谢利亚冲了过去。谢利亚将圣剑横在身前勉强抵挡，
却被2只槟榔给咬了。但他意识到芬瑞斯他们的主旗帜无人守护，那么只要在这里打倒他们，这场团战就是他们18小队的胜利。一想到这里，谢利亚用力推开了芬瑞斯，随后挥起圣剑劈砍过去，却反被震退到树上。芬瑞斯又召唤出2只槟榔，分别冻住了谢利亚的2只手。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脱身。然而就在芬瑞斯以为战斗已经结束的时候，他的小跟班却被雷欧直接打掉线。雷欧的出色表现鼓舞了谢利亚，他竟然硬生生冲破了那些冰，凌空一跃朝芬瑞斯竖劈下去，将人死死压在身下。胜负已经分明，芬瑞斯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最终还是谢利亚他们赢得了胜利。比试结束后，大姐姐们带雷欧去大浴池美美泡澡，和4个美少女一起光着身子泡澡，这种好事儿，闲适的大魔王雷欧想都不敢想。不仅有谢利亚帮他洗头，还能看到雷吉娜对小爷上下其手的场景，雷欧的脸瞬间就羞红了起来。洗完头后，也背对着4个大姐姐，啥也不敢看。但是谢利亚他们要搭手庆祝这场胜利，雷欧不得已挪了过去。而在雷欧美美跟大姐姐们泡澡的同时，一个人形虚兽君主正在将圣剑一把一把注入面前的大水晶中。这大水晶俨然跟当初封印雷欧的那块如出一辙。人形虚兽称其为预言中的女神，难道会是雷欧心心念念的叛逆女神吗？紧接着，一座巨大的遗迹缓缓出现在海面上，这一切自然被战术都市给监测到了。经过扫描，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6年前消失在虚无领域中的第3战术都市，也是谢利亚和雷吉娜那灭亡了的故乡。现在消失的都市正匀速向东南方向航行，大概需要7天就能抵达这里，而且上面还发出了2次求救信号，说不定上面还有幸存者。所以圣剑学院想派谢利亚他们的18小队前去调查，有幸存者就拯救幸存者，没有的话就让他停止航行。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任务，但如果成功的话，谢利亚和他的小队也能一举扬名，重现当年家族的光辉。这也是管理局的意思，他们想要再造一个英雄。谢利亚对此毫无意见，雷欧自然也要跟着大家一起去。临走之前，召唤出了夏利和布莱卡斯，告诉他们神圣教团的旗帜出现在了离这里很远的废都上，所以自己要带着夏利前去调查，让布莱卡斯好好守护这个自己的王国。很快，几人就开着飞机起飞了。就是在这里，谢利亚和雷吉娜争着为雷欧提供吸枕。等他醒来后，飞机已经快要抵达废都了。他们直接降落到了甲板上，发现这座都市已经是一片废墟，而且到处都是浓雾环绕。谢利亚和雷欧前去中央都市调查模拟炉，另外3人去确定求救信号的发现地点，每隔1小时进行固定联络。菲涅还要一只天眼跟着谢利亚他们，而雷欧也悄悄召唤出夏利，让他保护那3人。这里曾经是谢利亚从小生活过的故乡，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故乡变成这副模样，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就在这时，警报响了，上空突然射下来几发光线，而且目标像是直冲着谢利亚。紧接着，一只巨大虚兽显现出来，另一边，一个赤裸的少女出现在了废都的街道。她也是1000年前的人，对现在这个时代非常陌生，也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废弃的服装店拿了套衣服穿上后，登上了天台。不管怎么样，她会被送到这里，就意味着女神再次复活了。这时，她注意到了谢利亚他们的那架飞机，正在疑惑时，之前的人形虚兽出现在她身后。白毛知道面前的少女就是1000年前的妖精勇者雅露莱，以及她手里那把剑是专门用来破坏女神容器的。她也报上姓名，自称是虚兽君主涅法肯斯。雅露莱直觉这不是个好人，但是在发起攻击后人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巨大的巨兽。与此同时，谢利亚的大腿被倒下的柱子压住了，眼看虚兽又要发起攻击，雷欧立刻将眷属转移到了下方，紧接着撑起屏障挡下攻击，又射出一发爆裂咒弹，总算将虚兽暂时击退。这只虚兽有能使低位魔术无效化的神圣防护，既然如此，雷欧就用超位魔法来对付它。先是用极具威压的重坏咒弹将虚兽从天上压下来，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施展第9阶魔术焦热盐狱炮，巨大的火球迅速降到虚兽的背上，灼烧的痛感令其痛苦嘶吼，却无法挣脱。最后，雷欧用一发神灭雷击结束了战斗，虚兽顿时烟消云散。
他赶紧下去查看谢利亚的伤势。谢利亚的腿受了重伤，即便拥有吸血鬼女王的恢复能力，短时间内也无法自主行走。就在这时，不远处竟然浮现出了几个人影。雷欧刚想发起进攻，就被谢利亚拦住，因为他注意到了领头那个人影的身上有公爵家的纹章。在已经消失了6年的废弃都市上，竟然见到了曾经的老熟人，这样的场景怎么看怎么可疑。那几个人正是谢利亚父亲麾下骑士团的骑士，只是他们现在已经化为了灵魂，求救信号也是他们发送的。不过他们并非想要求救，而是想传达警告。骑士告诉谢利亚，大狂骚将会席卷第7战术都市，这片土地上又出现了新的虚兽君主。那个君主依附于这座都市的魔力炉积蓄力量，想必不久后就会觉醒。听到这里，谢利亚有些焦急，想尽快调查这座废弃都市，将情报带回第7都市。不过现在的他需要休养，万万没想到这些骑士幽灵竟然为他安排了家常林肯。但是因为没人会开车，雷欧就召唤出了2头不死马，让他们拉着车在街上急速奔驰。而笑耶他们则遇到了那位妖精勇者雅路莱。雅路莱的剑法瞬间引起了笑耶的注意，可他们圣剑的力量和之前的涅法肯斯如出一辙，让雅路莱误认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不由分说就发起了进攻。结果分分钟就被笑耶给压制了，因为他的背部受了重伤，还在出血。清楚这一点的笑耶并没有过多发难，他们还为雅路莱治疗了伤势，然后联系上了谢利亚。治愈伤势需要消耗魔力，谢利亚现在急需雷欧的鲜血，得到允许后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狂啃小正太的脖子。正啃着的时候，菲涅发来了通讯，双方简单交流了一下各自的状况，最后决定在克里斯塔利亚官邸会合。被打断后，雷欧也不想让谢利亚再继续吸了，掏出一套漂亮的红裙子，表示这是要给予得力眷属的最高级装备。这件礼服可以将吸血鬼女王的魔力转化为肉体的强韧度，这样谢利亚之后就不会轻易受伤了。说完后，雷欧将礼服送进了谢利亚体内。战斗的时候，只需要想象自己身穿礼服的样子，就能将其召唤出来。毕竟接下来他们可能会遇到许多危险，还是要尽量确保谢利亚的安全。接着，雷欧又给了他几个骸骨挂件作为护身符。另一边，雷吉娜他们也为雅路莱包扎好了伤口。雅路莱声称自己是为了完成使命才出现在这里的，而他的使命就是讨伐女神，其他的却不愿意再多说。感谢完几人后，就拿起剑准备离开，结果肚子不争气的叫了起来。笑耶便拿出面包邀请他一起吃。虽然菲涅他们在数据库中查不到这位雅路莱的信息，暗中保护他们的夏令却知道了清清楚楚。此人乃是6英雄中剑圣西达尔克的关门弟子，还暗杀了好几个魔王军的将军级人物，当年一心想取他们家魔王大人的首级。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也来到了1000年之后呢？夏利并没有立即传讯息给魔王大人，而是静观其变。此时的雷欧和谢利亚已经来到了那座宅邸，这里是谢利亚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过往的记忆一点一点涌上心头。那么漂亮的房子，如今却变成了这副破败的模样，谢利亚泪流不止。来到一堆书旁边，这以前是他父亲的书房，大小姐的泪水让骑士们无比心疼。他们对视一眼，用自己残存的魔力将房子暂时恢复成了原本富丽堂皇的样子。谢利亚仿佛又看到了父亲给自己讲故事的场景，然而下一秒幻象就消失了。出现在谢利亚面前的是涅法肯斯，谢利亚还以为他是这座都市的幸存者，一听到自己被错认成了人类，涅法肯斯震怒，他何时受过这样的侮辱？说完后就直接朝他们发起了攻击。毫无防备的谢利亚被火球击中，雷欧听到动静后立刻起身赶来，敢惹人家魔王的老婆，你小子等死吧！魔王为了保护现女友，竟然手刃前女友。谢利亚被涅法肯斯打晕之后，就梦到了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这座战术都市就出现了虚兽君主，父亲让他跟着雷吉娜一起去避难，但是谢利亚也想跟着父亲战斗。父亲表示他还没有觉醒圣剑，不能上战场，又给他讲了以前为他讲过的坏魔王的故事。父亲觉得那个故事多半是真的，不过到了关键时刻，传说中的魔王就会出现在这个世界，打倒虚兽。再次睁开眼睛后，谢利亚看到了自己面前出现了3个背影，这3人正是雷欧之前给他的那3个骷髅头所化。涅法肯斯对此也有些惊讶，便直接送了他们第6阶梯魔术。
千钧一发之际，雷欧及时赶到，直接一发火球术射了出去，没想到对涅法肯斯造不成丝毫伤害。在他的强大威压下，那些火焰迅速消散。看到那张脸，雷欧愣在原地，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而对方已经向他发起了攻击，抬手就放出了火焰。好在雷欧及时清醒，挥起法杖放水抵挡，紧接着水又凝结成了冰。涅法肯斯感到不可思议，这人是谁？竟然击败了我的咒弹！看来他并没有认出雷欧的身份。雷欧刚想问涅法肯斯究竟有什么目的，地面就突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涅法肯斯仰天大笑，宣布圣女提亚雷斯作为女神的容器复活成功了。听到圣女和女神这两个词，雷欧更是一头雾水。在他沉睡的这1000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涅法肯斯并不打算告诉他，只留下一句：无论你们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被女神毁灭的命运，就消失在了众人面前。在前世的时候，雷欧就曾见过涅法肯斯，那时的他是异界魔神的心腹大将，巴魔王会谈上来过几次。而现在的雷欧只想知道他口中的女神是否是罗杰利亚。思忖间，面前的建筑突然裂开，上空突然浮现出了神圣教团的印记。教团是人类曾经归顺诸神的证据，与圣女提亚雷斯关系密切。但现在来不及多想，众人只能先远离建筑。离得远了，才看清有一个巨大的虚兽正在从建筑中站起来。这就是骑士长之前说过的虚兽君主。伴随着君主起身的，还有神圣教团的圣赞歌。那般容颜，正是雷欧前世所熟知的圣女提亚雷斯。为什么她会变成这副模样？这时，雷吉娜他们也看到了，都市中央出现了很多虚兽和类似虚兽君主的东西。已经变成了半人半蛇怪物的提亚雷斯正在不断向前移动，背后的天空被开了许多洞，里面源源不断飞出来密密麻麻的虚兽。光是这些虚兽就难以应付了，根本就不是他们几个学生能解决的。菲涅立刻给圣剑学院发了求助信息，只是在那之前，他们需要先挺过这波袭击。说话间，已经有虚兽闯进了这里，几人不得已召唤圣剑开始战斗。被放置在一边的雅露莱有些挫败，他能感受到女神复活了。打了一会儿之后，所有人都发现了不对劲儿，这些虚兽被破坏后，竟然能够迅速恢复如初，就像打不死一样。面对这种怪物，他们无计可施。还是雷欧最先发现他们的弱点是头部，只要击溃头部就无法再生了。因为提亚雷斯作为圣女可以复活亡者，看来换为虚兽后依然拥有治愈的能力。他一直在向雷欧那边走去，雷欧便直接迎了上去。毕竟一直打小怪怎么也打不完，不如先解决提亚雷斯这个罪魁祸首。他举起魔杖开始吟唱咒语，一团巨大的光球迅速向提亚雷斯飞去，凡是触碰到光球的部位都被烈火焚烧。很快光球就完全笼罩了复活的圣女。然而等光球消散之后，圣女又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没有受到丝毫损伤。要知道那可是第10阶梯的魔术。就在这时，提亚雷斯周围突然出现了几个法阵，雷欧直呼不妙，立刻在自己面前撑起屏障，抵挡那些法阵中源源不断涌出来的火球，连天空都被染红了。毕竟这可是比雷欧刚刚放出的超位魔术更为高阶的魔术，第11阶梯的广域歼灭魔术天星神罚。没见过这么辣的魔王，每次战斗都要让老婆保护自己。眼看自己的第10阶梯魔术对圣女毫无作用，他只好再一次让谢利亚掩护自己。谢利亚划破手变身吸血鬼女王，3只骷髅勇士也在一旁协助，他们将靠近雷欧的虚兽尽数打倒。雷欧则趁机飞到了圣女面前，缓缓抽出魔剑，念动咒语，刚准备像以往那样用力劈砍下去，魔剑却反抗了他的命令。就是在这时候，雷欧察觉到了不对劲儿，面前提亚雷斯的身体里竟然出现了罗杰利亚的声音。罗杰利亚质问他，你想用它来斩断我吗？你不能这么做。为什么自己最爱的女神会变成这副模样？雷欧无法接受现实，还是挥着剑砍了下去。女神的面前出现了金色法阵打下魔剑的攻击，紧接着体内涌出无数利剑，漫天剑雨飞射而下。陷入阵间的雷欧直接忘记了抵抗，被一支剑贯穿身体坠落了下去。谢利亚急切地想要下去查看他的伤势，却发现虚兽君主的上空出现了更多法阵。不行，他必须要阻止这只虚兽。谢利亚当即换上了新装备，一剑挥过去，斩断了女神的尾巴。女神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3位骷髅勇士也抵挡了其他的虚手。谢利亚终于落到了雷欧身前，雷欧此时却回想起了一段被封印的记忆。当时他和罗杰利亚的那段对话还有后续，在答应过罗杰利亚一定会找到他之后，罗杰利亚却希望雷欧再答应自己另一件事，如果1000年后他变得不再是自己，希望雷欧能够用这把魔剑杀了他。原来罗杰利亚早就预见了这种未来吗？这样的话，雷欧转生还有什么意义？他放任谢利亚吸自己的血，想要最起码把这位被自己连累的眷属安全送出去，可谢利亚却毫不犹豫用恢复的魔力为他治疗。雷欧的回忆还在继续，当时的他果断拒绝了女神，罗杰利亚便不再强求，只是希望他到时候一定要想起自己的请求和他的使命，然后找到真正的叛逆女神罗杰利亚，而他赐予他的魔剑必定会为他指引命运。回忆结束后，雷欧也明白了过来，面前这个借圣女提亚雷斯的身体复活的罗杰利亚并不是真正的罗杰利亚。既然如此，那他就必须杀死这个虚假的女神，绝不允许罗杰利亚被玷污。谢利亚将自己的血又分给了雷欧，现在他的伤口已经堵住了，他又借了谢利亚礼服的一角为自己修补衣服，然后再一次请求他借自己一臂之力。不过经历刚刚的战斗，他的魔力已经有些不够了，魔剑也只能勉强再用一次。就在这时，骑士团的灵魂突然出现，他们知道雷欧可以用魔术将他们的灵魂化为力量，如果光靠他们不够的话，再加上城市里死去之人的灵魂，大家都希望能够报仇雪恨，心甘情愿奉献自己残存的灵魂。雷欧受到触动，当即保证自己一定会实现他们的愿望。他念起了咒语，同时举起那把魔剑，一个红色光球缓缓升起，将这座城市的所有灵魂全部吸收，却保留了骑士团。雷欧表示还有更适合他们的角色，然后召唤出了骑士团已经腐朽的肉体，肉体与灵魂合二为一，现在的他们就是拥有自主意识的不死者。雷欧将他们全部纳入谢利亚麾下，由他们争取时间，让自己将力量集中在魔剑上。在此期间，他会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所以一定不能让虚兽靠近，这相当于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了谢利亚。谢利亚不想辜负雷欧的信任，举起他的圣剑，幻化出数把长枪，尽数分给自己的新部下们，大家一起冲锋陷阵。另一边，菲涅他们也找到了还能用的摩托车，准备前去跟谢利亚会合。亚路莱立刻跟了上去，想让他们把自己带上。大家担心他的伤势，想让他留在这里休养。结果亚路莱一剑就消灭了一只虚兽，展示自己的实力。他告诉他们自己必须消灭那些东西，就用这把弑杀魔王之剑。小野感受到了他的觉悟，主动开口请求菲涅学姐带上亚路莱一起去。既然如此，菲涅也没有拒绝的理由。换上了新装备的谢利亚究竟有多厉害？几乎一剑就能砍死一头虚兽，哪怕天空中的虚兽数量极为庞大，也无法靠近雷欧分毫。而雷欧正在聚集城市内的灵魂。就在这时，谢利亚突然被一只虚兽从背后偷袭，幸好骷髅勇士及时接住了他，另一位骷髅勇士则挥剑替他报了仇，提醒他就算实力大涨也不能大意。谢利亚心里清楚，但是雷欧都把生命托付给他了，他自然也要用生命去保护他。眼看雷欧就要将灵魂聚集完毕了，圣女却仿佛察觉到了他的想法，不仅站了起来，还幻化出更多的法阵。那些法阵缓缓转换方向，对准的目标正是他们这些人。紧接着无数炮弹从里面飞射而下，战场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好在谢利亚及时用力量护住他们，飞到了上空。与此同时，学姐几人也正在往这边赶来，夏利也依旧尽职尽责地暗中保护他们，确保他们一路畅通无阻。终于，雷欧的那团魔力化成了一轮血月，圣女也打算再一次使用广域歼灭魔术，雷欧自然不可能让他得逞，举起魔剑将血月的力量尽数吸收。没想到圣女改换了攻击方式，竟然拔起了一栋大楼。谢利亚见状，立刻冲上去挥剑将大楼斩碎，为雷欧扫除一切障碍。雷欧也终于将力量汇聚，然而正准备劈砍下去的时候，圣女面前竟然出现了上级神圣防护。突破这层防护之后，魔剑的杀伤力肯定就不够了。可雷欧别无选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亚路莱竟然也举起了手中的剑，和笑耶一起向那道屏障发起进攻，竟然真的将屏障击碎，甚至贯穿了女神的身体。雷欧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意识到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立刻将魔剑挥向女神。
这次那个罗杰利亚的声音说什么都不管用了，他杀意已决。最终一道刺眼的白光笼罩了女神的庞大身躯。看到这一幕，谢利亚突然想起了父亲小时候给自己讲的童话故事，说魔王会现身于世，打倒虚兽。难道雷欧就是传说中的魔王吗？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骑士们向大小姐告别，他们要去谢利亚的父母和姐姐那里了，而他们家族的使命只能交给谢利亚来完成。谢利亚目送他们离去，紧接着雷吉娜几人也赶了过来，雷欧立刻将不死者们全部收了回去，大家安全团聚。圣剑学院的支援也到达了，此时的亚路莱因为魔力透支已经晕了过去，雷欧却还是认出了他，知道是这位妖精勇者打破了神圣防护。只是为什么妖精勇者会出现在这个时代呢？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不解，可惜也只能等亚路莱醒来再向他寻求答案了。回去之后，雷欧召唤出了布莱卡斯和夏利，告诉了他们涅法肯斯一手策划提亚雷斯复活的事情。现在他们要改换目标了，先抓住涅法肯斯问个清楚再说，又让夏利时刻关注亚路莱的动向。夏利应下之后，暗示雷欧自己也想要一件新礼服，但是他们的魔王大人是个钢铁直男。就在这时，谢利亚的声音传来，这个大姐姐又不穿衣服来找小正太，而且目的还是吸血，毕竟之前耗费了太多魔力，雷欧作为主人也只能任由眷属为所欲为。得到允许后，谢利亚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房间里传来了他们愉悦的声音。而今后雷欧还将在这里继续调查那些未知的事情，继续寻找他的叛逆女神罗杰利亚。